我手里这两个就是最新最高版本的华强北手表，大家呼吁了很久啊。如果你只是想买一个看着像 Apple Watch 的一个装饰品，类似于弄一个高仿的绿水鬼的那个效果，那本期视频你不用看了啊，直接闭眼买就好了。真香！哎呀，但是我相信大多数小伙伴应该是和买华强北耳机一样，不但追求外观一样，还希望呢尽可能多的得到正版苹果所能获得的苹果生态体验才对。我之前给大家测试的几个热门的华强北耳机啊，基本上都可以获得接近80%的原版生态体验，弹窗啊、操控啊、各种设置啊都是可以用的。好，那我先把结论说了啊，华强北手表和华强北耳机根本不是一个东西。华强北手表对于苹果生态的还原度是0。如果你想买个华强北手表体验苹果生态，那我可告诉表友们，这可不行的呀！我先试图简单的给各位说明白什么是原版的 Apple Watch。首先 ，Apple Watch 是苹果生态闭环里最重要的产品。Apple Watch 不支持非苹果设备搭配使用，你也不能像配对安卓手环或者安卓手表那样，用蓝牙把 Apple Watch 跟你的安卓设备强行连接使用。首先，它是一块手表，废话，它可以随时随地告诉你时间，你可以随时设定倒计时，你手机上的闹钟会自动同步到手表。设置了站立提醒后，每过1小时，如果你站立的时间不够，它还会提醒你站1分钟，缓解一下腰部的疲劳。其次，它是检测你健康的一个健身手环。这3个环分别是3种作用。这个最大的圈是卡路里消耗量，绿色这个圈是锻炼的完成度，蓝色这个小圈是每天站立的次数，防止你久坐。以前用手机并不能检测你所有的活动，只有你拿起手机之后才能检测你的步数，手机也不能捆在你的手腕上随时带着嘛。所以 Apple Watch 一下就把苹果手机步数检测变成了实时的100%记录的一个状态，它填补了没有随身携带手机的运动检测的记录。你终于可以知道究竟一天你在办公室里穿梭了多少步。谁说这不算运动量的？因为戴在你的手腕上，它甚至能够识别出来你快走了，或者你跑起来了，它就会问你，哎，是不是在运动啊？然后会自动启动健身功能，然后开始记录你的心跳数据，等等等等，智能到令人发指，有没有？因为有一堆的高科技传感器，你可以在苹果手表上测量血氧含量、心跳次数，甚至它还能给你测心电图。和一般的手表不一样，一般的手表是你测一下，然后它告诉你结果，相当于是个后知后觉的一个状态。你头晕了，你想起来用手环测一下血氧，发现有点低，但是多数时间你头晕并不会促使你去测一下血氧，对不对？你又不是医生，你没法关联这2个事儿啊。但苹果呢是这样的，如果你心跳突然变快了，同时它检测出来你没有在运动，它就会想，我操，我的主人是不是要出事儿了？苹果手表就会问你，主人啊，你心跳好快啊，是不是看到美女了？这个呢就和刚才我说的手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了，它属于实时监测你，发现不对就出来主动问候你的一种关心你的状态。除了健康健身功能，第3个体验就是成为你 iPhone 的随身分机。你的日程、提醒、股票、手机里的照片、短信、电话联系人、邮件都会无缝的自动同步到 Apple Watch 里，完全无缝的体验。你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存在哪儿，是怎么同步的，苹果会用一种最好的方式来提醒你。除此之外，你的微信、QQ 打进来的电话、收到的短信都会在手表端提醒，你不需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在手表端回复。在手表上也可以查看微信发来的照片，你敢想？苹果钱包里的银行卡、信用卡、公交卡、支付宝、微信支付都可以直接同步到苹果手表里面。支付宝、微信还都支持离线支付。你在手机地图 APP 导航去一个地儿，手表上也就自动打开了导航。苹果手表里有32G 的存储，所以你可以把 Apple Music 你指定的播放列表离线到你的手表里，这样你出去跑步，手表里就有专门适合跑步的歌曲列表，不需要蜂窝版就可以直接离线播放。那手表用啥播放音乐呢？你不是有 AirPods 吗？不需要配对啥的，戴上耳机就自动和手表配对了。你戴上耳机，带着手表就可以出去跑步听歌了。对于一般的用户来说，你根本不需要知道耳机配对的过程啊，什么东西连接什么这么一个概念。
苹果手表也有专门的 App Store， 当然了，你手机里装的 APP 如果有 Apple Watch 的版本，就会自动被安装到 Apple Watch 里。你也可以装那些好玩的专门给手表设计的 APP， 比如说敲木鱼啊之类的。再比如说你电动车的 APP 可以装在手表里，那手表呢就变成了车钥匙。你的股票软件装在手表里，就可以随时查看股价，所以它的拓展性呢是无穷无尽的。那你会问了，如果不是蜂窝版的手表怎么联网呢？内置 WiFi、内置蓝牙全都有，所以你手机连接过的 WiFi 就会无声无息地告诉手表，让手表也连接网络。所以呢，这其实就是 iPhone 的一个分机，一个子机，有完整的运行能力和存储。其他比如说在手表端的录音功能、GPS 的轨迹记录、噪音分析、生理期记录分析、遥控手机拍照、查找、Hey Siri 之类的全部都有，我就不一一的说了。希望呢，我介绍清楚 Apple Watch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。我买了2个滑翔北，目前最好的2个版本，分别呢是仿制水准最高的 Apple Watch Ultra， 型号叫做 Halo 3，以及仿制水准最高的 Apple Watch S8， 型号叫做 HK9 Pro。HK9 Pro 这个外观呢，做工还是不错的，全弧面的显示屏。铝合金的壳、表冠、按键、扬声器的开孔都是有模有样的。转动表冠呢，简直是乱阵型的。这硅胶的表带很廉价，大眼一看9成相似吧。Halo 3这个就厉害了啊，这细节做工、开孔，还有这表冠的按钮都做得非常的细致，包括这后壳都有模有样的，以假乱真啊。人家这表冠转动的时候也有震感啊。但是那种诺基亚手机嗡嗡嗡的震感，和苹果手表的震动不是一回事儿啊。这表带呢也很拉胯，做的这是啥？接下来呢，咱们就看看这2个滑翔北能不能接入苹果的生态，也就是说能够无缝使用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功能。之前测试的滑翔北 AirPods 基本上可以说做到了90%的苹果生态的体验。但是所有这些滑翔北手表可以说融入苹果生态的能力是0。首先来看一下，2款手表都没有内置 WiFi， 也就是说它们都和安卓阵营几十到几百的手表一样，只能通过蓝牙和手机连接。第一，不具备手表单独连接 WiFi 获取数据的能力，也不具备大量数据和手机交换的一个基础。那滑翔北也就只能装个 APP 和手机同步一下数据而已了。但相比苹果原版手表，滑翔北手表倒是可以连接安卓手机，这个呢算是个优点了。我再强调一点啊，如果你是苹果用户，你想用苹果手表来体验生态，那滑翔北手表的能力是0，所有整合的功能均不可用。请注意啊，是都不可以用。当然了，生态呢是不可能生态的，但是手表的基础功能，滑翔北手表还是有的。咱们呢来分别的看一看。按下表冠，都有默认的 Apple Watch 的 APP 视图，拖动的感觉也都是一样的。往下转动表冠可以缩小，往上可以直接打开 APP。表盘的话，咱们先看看 Halo 3。表盘市场非常丰富啊，什么爱马仕风格、太空人风格、卡西欧风格，以及各种高仿苹果原版风格一应俱全，全部免费。HK9 Pro 相比较就没有那么厚道了，内置了7个表盘，其他的表盘基本上就需要在 APP 端购买了，3到9块钱不等。非常默契的呢是爱马仕表盘也是免费内置的啊，纯 A 货大牌数码版啊。功能方面，健身的功能都是有的，2个滑翔北都内置 GPS， 可以记录运动的路径。运动记录画面中呢也有实时的心率显示，但是准不准的咱就别较真了啊。右滑可以快捷音乐播放，这个也和原版一样。苹果的运动圆环在 Halo 3和 HK9 Pro 里都是有的，稍微会有点不一样。但是圆环的定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别想和苹果交换运动数据了，它没有这个功能。健康监测功能，2个滑翔北都有心率监测、血氧监测和睡眠监测，而这个 HK9 Pro 更是花样繁多啊，还有血糖管理、压力值监测、呼吸频率监测、生理周期、血压监测和梅托测算。别问啊，问我也不懂啥意思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多。准不准的就不重要了。音乐播放方面 ，H9 Pro 是不具备蓝牙连接耳机的功能的，这就有点扯了啊！这就是说，你带着9 Pro 滑翔北手表出去跑步的时候，用手表打开音乐，它播放的是你手机里的音乐，相当于是个遥控器，
同时音乐呢是从手表里发出来的。我去吧，这图啥呀？买苹果手表不就是为了出去跑步可以不带手机就听音乐，并且记录运动数据吗？这方面 H9 Pro 负分。Halo 3呢，因为有内部存储空间，同时呢还能够支持连接蓝牙耳机，你就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端把音乐离线到手表里，使用蓝牙耳机播放音乐，也可以使用手表播放音乐。这在安卓阵营的手表里也算是个不错的体验了。作为手机的配件，接听电话、接收手机的通知，在华强北手表中都是支持的。拨打电话就是通过手表的扬声器来播放，用手表的麦克风来采音。HK9 Pro 因为有内置 NFC 的原因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把手表模拟成门禁卡、车钥匙。这个操作呢，只能在手机端的 APP 里操作，并且不支持模拟公交卡。HK9 Pro 还支持捆绑手机微信和支付宝的支付二维码，可以随时随地离线扫码付款。Halo 3既不支持 NFC 门禁卡，也不支持支付宝和微信的支付捆绑，同时也不支持公交卡。最后说一下导航功能 ，Halo 3和 HK9 Pro 都需要先在它自己的 APP 中导航好，然后导航的信息就会同步到手表。但是，一旦离开手机，手表的导航就断了，并且如果你在导航的过程中，手表有其他的操作，就会自动退出导航，这就一言难尽了。最后说的是 App Store。Halo 3内置应用商店，共有8个 APP 可以下载。HK9 Pro 没有提供 APP 的安装功能，给啥用啥。其他大大小小的各种功能啊，就没啥特别的了。我呢也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。华强北和原版应该说除了外观，几乎没有一样的地方了。那华强北手表有没有啥是强过原版的功能呢？哎，你别说，使用的过程中还真有比原版强的地方。首先，这2只华强北的手表的续航都非常的强，日常带着用，差不多3天一充电吧。原版呢必须1天一充。还有一个算得上的优点呢，就是安卓手机可用。其他的方面呢，对标苹果原版的话，简直就贻笑大方了。所以老张的评测最终结论是这样的：苹果手机绝对不推荐华强北手表。安卓手机可以考虑考虑。